那来吧，快递也是封了好长的时间啊，终于今天到货了。FT 的这一款滑车，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 FT 的一个标准的风格，背后这里一些噱头的展示，以及和开路先锋放在一起的一个比例效果吧。其实它是要比开路先锋稍微低一点点的，以及最近新出的这些小车放在这里的样子。制品方面，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说明书，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。首先这一回啊，会有2个替换的头雕，一个是玩具造型，基于玩具的那个戴口罩的，另外一个呢，其实等于是把后边的这个头炮做成了一体的。现在这个是合金零件，可以拆卸的，从侧面对比一下，做了一个整体的新脑袋。然后下一个是那个外星人的头盔，可以这么卡在脑袋上，这个手是可以替换的，把这一节拿下来，额外还会多带一个，通过一个替换手可以把这节臂炮替换成带手掌的这么一个姿势，然后戴上这个他们当时在好莱坞吧演外星人的这个面具啊，也是一个经典的造型，效果还不错，挺可爱的。这是对比动画片里边的效果啊，这一回的 FT 也算是做了一些美化的处理。当然现在看起来腿还有点长，大长腿啊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胯部的关节往上提一下这个双段，把他的腿缩短一些。不过虽然说做了一些美型的修饰，至少把当时动画片里边滑车的这些元素该做的也都做出来了。胳膊后边的这个小披风，也是大的车门、短腿，这些腿部的电镀零件做得非常闪亮。前方的银漆处理，后背来看，也是为了仿造动画片里边的样子，他给这个盖板的内侧专门做了一层绿色的涂装。背后还是非常干净的，背包显得并不是很大，而且有一点做得很棒，腋下这里通过一些挡肉的零件把这一块填得严严实实、满满当当，不会暴露什么中间的空洞位置。而且整体来说，这个人形很方正啊，包裹的程度也很好。头雕部分吧，自然也是做了一些美化的处理的，跟动画片里边的那个小胖子的样子还是不太一样的，就感觉会帅气了一些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可动，头部这里是一个大的球冠，点头抬头，360度的旋转。其实它后边这个合金杆子是可以拆下来的，拆下来以后360度旋转就没有什么压力了。我一直觉得滑车的这个脑袋其实和钢索挺像的，光学镜上面做了蓝色金属漆的处理。当然这个脑袋啊，有的时候旋转了，包括变形，你必须得把这个零件拆掉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很烦的，你可以替换上这颗脑袋，就把头炮做成了脑袋一体的，这个就不存在了。肩膀这里360度旋转，齿轮关节，把这小翅膀挪开一下。胳膊平台可以举到这么高，后边这个门板子吧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阻碍，我们把它挪开一点，基本上就可以举平了。二头肌变形的需要可以旋转，胳膊肘可以屈到大于90度的范围，这个炮筒子可以伸缩，这边是全指可动手，而且手腕这里有多做一段活动的关节，360度旋转，没啥问题。不过这一次好像没有弯腰关节，前踢齿轮撑得很稳，侧踢可以踢平，但侧踢的这个关节它是一个双段的轴，并没有齿轮，也是可以上下的调节来作为它一个身高的调整方式。当然这也是变形的一个部分。大腿根部360度可以旋转，膝盖这里也可以折到一个大于90度的范围，脚踝左右有接地，该有的一些细节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拿起来很有分量，敦敦实实的。身上的合金零件感觉也不太多，但就是很厚实，可能也是因为用料的关系吧。而整体来说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在造型方面做完美化以后还是挺帅的，它的重新设计的零件也非常的多。那我们直接开始进入变形吧。
首先变形第一步，把这个臂炮缩起来，手跟这样握一下，四指折叠，先跟这样团起来，摆一个最小的幅度，然后后边两个门板撩起来，二头肌的部位旋转180度，叠到后方去，备用。我们先把这个背包来处理一下吧。首先从后腰这个地方拆一个大的卡扣，卸开，结合位点在这里，然后把这个绿色的零件上方这里连接合金杆地方，这卡扣也拆开，打开后边的一个绿色板件，整体的往起提，从一侧打开这个架子，这块板翻起来，然后我们把后边的这个盖板整个的先打松，这里要做一个伸缩，下方这里有两个滑道，滑槽的位置把它拉长，哎呀，拨开，新玩具还是有点紧的，把这里拉开以后再提上来，这两个小翅膀我们先腾开角度，提开，变到这个程度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滑槽再缩回去，压瓷实了它就不会掉下来了。然后打开后边的这个架子，我们根据中间的这个零件拿大拇指顶一下，往里转，转过来以后，中间的这根金色的合金杆子，我们把这个滑槽拉下来，再往下拉，做一个 L 型的拐弯，拉到下方去。后边这块的车尾灯折出来，就可以跟刚才翻起这个绿色的板件拼合，密合成一整个车的后尾部。接着这里的两片零件是腰部挡肉的位置，我们把它折到里边去，藏好。同时还有这两个零件也是腰部的挡肉位置，把这两个小零件放下去，然后推动这个杆子，脖子下方的这里往上推，推到头顶住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这个东西先卸下来，脑袋旋转180度，把脑门打开，再把这个合金的零件插回去。当然如果你换了那颗头雕就不需要插拔了，就直接变就可以了。然后90度往过折，折过来以后直接放平即可。这块摊平了，然后这块的一个斜坡呢刚刚好卡在这个边缘上。接着其实也是两种模式嘛，我们先把它收纳起来，立上来，把这个放下去，然后根据这个滑道往下推，推到底，搁平，两个小翅膀先放过来。我们先把背包变成一个方块吧。好的，然后两条胳膊跟这么顺起来，顺起来以后记得拆肩膀这个位置，这个地方跟开陆先锋有点像，把这个卡扣打开，中间有一个合金的双段关节，把它搓开，然后往里旋转的同时转这个胳膊的同时，再把这个凹槽旋转90度，这样就收进去了，让过来。车门板就在外侧，不用管它。压压手指头，填平。好，现在这条胳膊就顺成这样，刚刚好卡在这一半的边缘。然后我们来变另外一侧。记得这个口折90度，关节也要摆平。当然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把车窗和倒车镜全折叠出来。压一压，下边的手指头都放平，两条胳膊就藏好了。然后是侧面的车门板，侧面这里有几个卡点，首先这里有一个小凸头，接着这个地方的维度咬合前后插，然后还有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大的卡扣，
这个地方往里插的时候，拿手往起顶一下后边的这个车尾灯位置，套进去，前方的凸点再挂上，调整一下这个合金杆的位置。其实这个合金杆在这个地方是斜着的。好，基本上现在这辆车就密合的差不多了，缝隙也对得很好，严丝合缝了。这属于下半身腿部的变形。首先把2个屁股蛋抠下来，大腿上边的肉缺一块 ，Z 字折叠摊下来，下方这里有一个凹槽，刚刚好把它卡住。双关节放下来，然后脚底翻起这个零件插进去，脚尖再压回去，定好。打开腿部里边这一侧的板子，从前方看这个地方，掀开这2个卡扣，然后往内侧旋转。提上来的同时，把上边的这个长条往里压，把短的这个往外翻，然后贴合，放在这儿就可以了。另外一边也是，打开，卡扣打开，通过这个转轴松开它，然后往上旋转，这一侧叠到里边，这一侧分到外边，90度贴合，卡在腿后面。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从这里翻出一个隐藏的卡扣。下一步就是变形比较困难的了。这个轮子这里有一个磨盘的转动，看这个银色的边缘啊，在第一次变形的时候，我尝试了一下，这个地方会特别的紧，因为我们打开这里看一下吧，这里有一个弹簧凸点，这里能明显的看到一个弹簧。这个凸点在卡这个档位的时候啊，弹簧因为太硬了，所以有一侧的轮子会特别的难掰。然后我试了一下，我打开了这3颗螺丝，把这儿拆开以后，把里边的那个弹簧凸点啊打磨了一下，往短稍微磨一点，磨完了以后，现在过的时候就很顺滑了，而且你还是可以卡住的。这块如果掰不过来，不要硬掰啊，不要损玩具，不要损到轮子转动的这个轴。如果说掰不过来的话，打开这3颗螺丝，把里边带弹簧的那个凸点稍微的往短磨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磨最多半毫米就正好了，很舒适了就。主要是这一步的这个磨盘转动啊，不太方便。好，正常的变过来就可以。变到这一步以后，我们把腰部先折一个90度过来，腾开空间，这里是合金键，接着双段关节往上错，提大胯的位置，让这半个屁股包住中间的橘黄色的轴，把2个屁股夹在一起，哎，提肛小助手。现在看到这里的朋友们，请提肛5秒钟，然后翻起来这个卡扣，就可以把2条腿中间结合了。对照一下，目前变形到位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然后上下结合，通过这2个大卡扣连接这2个洞。但这个地方啊，因为是暗处的扣子，所以需要调整的时候，建议把膝盖关节稍微的先掰开一点点，一点一点的对进去，不太好操作。哎，插好，倒车镜的位置立起来。好，变形完成，缝隙对得特别好啊，严丝合缝的这种感觉会特别的爽。还原度方面也是可以的，身上做了非常亮的金属漆涂装，车门的这个位置是可以打开的。虽然这里边并不能做驾驶员，但是最起码有一个开车门这样的刻画。
上面的涂装做的也是非常仿 G1的那种味道。轮毂电镀处理，橡胶的轮胎，推车滚动非常的溜，只要你变形到位了，4轮接地完全没有问题。底盘来看，2条腿整整齐齐，前方这里大灯、转向灯、电镀的前脸、透明的玻璃，屁股后边这里的刹车灯也有涂装，金色的杆子。可以说360度看啊，非常的规整。当然了，这上边的这个边呢，依个人的喜好来啊，我是喜欢把它露出来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呢，把它叠吧进去也可以，无所谓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拖挂的模式啊，我们也可以把这里打开，然后把这个杆子拉下来，放回去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绿色的涂装面主要是为了人形背包的一个绿色效果，你可以把它双折叠，卡扣插在一起。拖车后边的这个小轮子也是可以滚动的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效果还不错。唯一让我觉得有点不太满意的就是这里会露着一颗头雕啊，这个脑袋就放在这儿了，并没有隐藏起来。可能这就是这款华车唯一的缺点了吧，在车型下隐藏的脑袋并没有做得很好啊。但翻了一个面以后假装看不着吧，就当它是一个拖拽的那个发动机啊，拉钢缆的。总体来说吧， FT 的这款华车变形完成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各个方面的素质其实都还挺高的，人形的美型修饰，车型的一个质感，包括拿在手里的分量、沉甸甸的效果非常的好。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诚意做的也是非常足的。作为一个重涂的角色，用了完全不同的模具，变形方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观，重新设计了非常多的部件。2点不足，第一个，车型状态下脑袋并没有很好的隐藏，只是放在了这个拖车盖板的下方，如果说你拉出来拖车架子，这里会暴露。第二个，在人形的时候，胯部的这个双段关节折叠的轴啊，它并不是齿轮关节，只是一个轴动的双关节，这里玩多了以后肯定会松掉。如果发现有一条腿或者说在摆弄的时候有一些松动的话，拧一下紧一紧后边的螺丝，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吧。但其他方面来说，这款华车相当不错了，变形的逻辑很分明，处理起来很清晰，而且其实并不难。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在滑动的时候啊，有一些穿滑动的轴，你必须得推到位，推到位以后，这个边缘才不会磨边，还有这些地方才能密合到严丝合缝，素质相当的高。FT 的产品一如既往的工艺绝对牛批，但可惜的就是这个脑袋真的暴露在这里很碍眼。那么的这款华车大概就这样了。